Yo what's up， 欢迎回来 Rider ATH， 我是阿豪。ATH 这个就是最近在马来西亚刚刚发布的上一代阿西亚，也包括我身后这一台 Perodua Asia 最低配 G 版，但是我们目前买得到的更低配啦，就是手动版本。是上一代阿西亚，它的价钱真的超级便宜。目前马来西亚 on the road price 只需要22000块马币。那我身后就有2台最便宜款的 Perodua Asia， 让你们来看一下 G 版本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。我们现在废话少说，就来进入影片啦 ，Let's go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 G 版本它的车头灯不是 LED 车头灯，而是一个 Halogen 的车头灯。很明显可以看到车灯里面呢是有一颗 H4 的 Halogen 灯泡，然后旁边这边有一个 Halogen 的 Signal 车灯。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上一代的 Asia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台车的车头它卖你22000块，竟然有给到 Projector Headlamp，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很 surprise 的。还有一点就是在 Front Grille 这一边呢，这一条东西它原本也是可以不要上色的，但是它就给你一个 matte 的银色，这一点也是非常 good job。我们可以看到 G 版本在前面的 bumper 我们不会看到有任何的 sensor， 在旁边这个部分也没有任何点缀就是黑黑一块 plastic， 没有 sensor， 没有 DRL， 什么都没有。然后在中网的部分呢，那些 chrome 的饰条什么都被 cut 掉了，所以这一辆车的车头基本上就是非常的 basic， 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上一代阿西亚这一台车的车头比新款的阿西亚来得更加美，真的是非常的有诚意。好，我们走来这辆车的车身侧面看一下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side mirror 呢是没有 signal 的 ，signal是在 fender 这一边小小一颗，比较80年代、90年代的这一种排列方式。AV 版本的 signal 呢是在这一边 side mirror 上面。来到上一代阿西亚车身的侧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黑色的 side mirror， 对，这一次的 side mirror 是没有上色的，而且这个 side mirror 上面也没有 signal 灯 ，signal 是整合在它的 fender 上面。这个 side mirror 是手动调整的，那手动调整的方式呢，真的是你要用手去掰它，就是这样子，因为它下面是有一个好像 ball joint 这样子的结构，让它可以凹上凹下、前后左右啦。在车里面是没有办法进行调整的。来到 G 版本Sport Rim 方面是单色的 Sport Rim， 轮胎尺寸是175/65R14， 然后用的轮胎是用这个 Toyota 的 CR1， 这个轮胎用在最低配的车上面呢，我觉得是 good job 的啦。然后第一代的阿西亚比较明显看到差别的就是它的 rim 变成了铁 rim， 尺寸方面是175/65R14， 这种铁 rim 呢，你敲起来哇，真的是很 solid 我觉得不管你走几烂的路，它应该都没有这样容易歪掉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G 版本这个备受争议的车尾这个尾灯的 design 其实有一点像前几代的 Honda Jazz 的尾灯，看起来其实还不错一下啦。只不过我觉得在 bumper 还有 bonnet 的这个法令纹的线条 design 方面，看起来就会觉得这些线条很怪、很突兀。在看影片的朋友们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？你们觉得好看吗？都可以在影片下方打上来我们一起讨论一下。然后当然因为它是一个低配，所以没有 spoiler， 上面是一个波大这样子啦。来到上一代阿西亚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面这边是没有 spoiler， 这个东西都可以在外面自己加装，所以不是多大的问题。然后我们刚才看到它的前面的车头灯是一个 projector 的 halogen headlamp 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个尾灯呢是一个 LED 的尾灯，打开车灯过后，它会亮起一排9颗的 LED， 它的 signal 跟它的 reverse 灯是普通的卤素灯泡。这个尾灯我个人觉得比新款的阿西亚来得更加美，而且还是 LED 的。新款阿西亚不是 LED 的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尾门的打开方式在 bonnet 上面有这个把手可以把尾门打开。这个尾箱空间其实它真的也没有很大，但是放2个18寸、20寸的行李箱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上面这一片遮罩板呢是已经被 cut cost 拿掉了，现在上面是没有遮罩板的。只要把椅子旁边2边的这个卡扣打开来，可以做到翻倒。在 G 版本打开是有一个电磁阀，当然不可能有电动开启，这个版是正常的。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较正常。尾箱空间不是很大毕竟还是一台 A segment 的小车嘛。虽然讲它的尾箱空间不大，但是你不需要买到 high spec。G spec 版本的椅子也可以做到翻倒。既然讲到车厢嘛，每一辆车厢都要进去给它躺一下，感觉一下。哎呦，你顶到头那个板。可以不能，你们要车厢大要买杯子
看到这边呢，我们大概就已经把整台车的外观看完了啦。现在呢，我们就上车看一下这台车的 interior。来到 G 版本打开车门呢，我们先坐进来 passenger side 体验一下。这一次的这个椅子呢，坐起来感觉其实就很小张，它的大腿支撑看到吗？还有蛮远的距离哦。头部的 support 是 OK 的，毕竟还有一个可以 adjust 的 headrest。来到上一代 RC， 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椅子方面，布料的椅子乘坐起来支撑性其实没有很好，尤其是侧边两边哦，因为它椅子比较小张，然后椅垫的长度也比较短，在中间哦就没有了一个多媒体播放器，甚至连 radio 都没有给你。假如你对那个东西没有要求，你是不会开来听的。所以买这台车有可能是完全对音响没有要求。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对车的音响要求非常高，它给你一个原装的音响，可是音质不好的话，你也是要自己花钱去换掉。那它现在直接就不给你，你直接去加装一套你喜欢的音响不就可以了咯。来到 G 版本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dashboard 的 design 哦，跟 Ativa 的真的长得很像，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 low spec 低配版本的，所以它完全就只有一个颜色，没有任何的其他点缀，就连冷气出风口也没有 chrome 的饰条。在正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播放器哦，是一个最普通的 player， 没有荧幕，然后冷气操控界面呢也是那种80年代90年代的冷气操控界面 design， 还有2颗 airbag 啦，这个是没有办法，马来西亚规定最少要有2颗 airbag， 我希望以后可以规定最少4颗吧，2颗真的太少了。来到上一代 RC， 前面 passenger side 跟 driver side 都有 airbag， 但是就没有 ABS。来到 G 版本哦，这一台车的后座呢，我们一坐上来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头部支撑是完全没有的，因为它是不可调的头枕。如果你在车上要睡觉，你就只可以这样睡，景象会非常的痛苦啦。然后椅子呢是非常的平，好像以前那种甘蔗850这样子，而且它的这个宽度也非常的薄哦，看到吗？就那么一小片，它的这个发泡棉的支撑就偏硬，如果偏软的话，你就会直接撞到后车厢里面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会设定的比较硬。然后中间肯定没有 armrest 啦。车门板方面呢，有一个小到只可以放 Nescafe 罐子的这种洞，真的非常的小。OK， 关门的声音还算不错，不会太松散，还算可以的。来到上一代 RC 这个后座当然啦没有 armrest， 什么都没有。这个 headrest 的支撑性不是很舒服啦，这个后座不是很好坐，而且它没有 ABS， 乘客危险 ，driver 危险，其他公路使用者也危险。来到 G 版本哦，这辆车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steering wheel 是歌颂到除了 logo 就没有其他的颜色了，然后 steering wheel 是没有办法做到上下调整，可是我觉得它的整个坐姿好像比之前的RC来的正常了一点。然后我们往前面看哦，就可以看到这个 meter 是一个 analog meter， 连 RPM 转速表都没有。排档杆方面它是一个 DCVT， 它不像Ativa一样可以做加减压设定啦，它只是 PRND、SB，S 就是好像一个 sport mode 这样啦，然后 B 是让你下山用的。其中一点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在中间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开关键哦，把这个东西设计在 passenger side 跟 driver side 的正中间呢，真的是比较 good job 啦，因为 passenger 也可以做到开关车门的动作，后面的乘客要开关车门也比较容易。然后这一台车虽然它是一个最低配，但是它还是具备了 ABS、ESC。我觉得 ABS 是比 airbag 来的重要的。ABS 是一个让你撞上之前，让你的车有机会停下来，或者让你的车有机会闪避。如果没有 ABS， 你闪避不到，你还是要撞下去，这时候才是 airbag 的工作。所以我觉得预防是胜于治疗的。我觉得 ABS 的重要性是大于 airbag， 所以既然有 airbag 没有 ABS， 这一点就有一点点说不过去啊。很多人可能会讲，哎呀，我驾了30年50年的车都没有用过 ABS， 还不是驾到好，还不是驾到没有车祸。你要记得，你的技术很好，未必别人的技术很好哦。你驾车没有车祸，未必别人不撞你哦。假如对方的车没有 ABS， 他刹不及撞到你，你也是衰小，这时候才是 airbag 的工作。今天的这一部影片就先这样啦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出去，小铃铛要跟它度下去。我是阿豪 ATH，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，Goodbye。